星星和星星，间中中流。今日何日兮？得与王子同舟。山遥无须路遥知，星月君兮知人不知。山遥无兮路遥知，心远君兮君不知。君不知。陛下，臣非担子的旧事，臣也是道听途说，不能确定此事。不过刚才所说的陈妃娘娘的弟弟李载峰，还有董太医，目前都还在世。街头喧闹，人多眼杂，不便说，请陛下驾临知州府，细说此事。不必了，朕为父出去，不去知州府，朕会宿命远驾。臣遵旨。大人，你说皇上他能相信吗？你没看见皇上刚才的表情吗？已有7、8分的相信了。待到把证人找到之后，就容不得他不信了。大人既然已知晓皇上已来到了平江府，若是知情不报，太后定会怪罪下来。师爷说的极是，我马上修书一封，呈给太后。走。陛下，酒肆茶楼时常需要编造一些新奇故事来招揽客人，陛下不可轻信说书人的虚言狂语啊！丁尉已告诉朕，董太医和李载峰确有其人，而且都还在世上。既然有人证，此事岂会有假？丁尉在京中失职，才被贬到这平江府，难免对太后娘娘心怀怨恨，所以才会挑拨离间。皇上不要上了他的当啊！就算他丁尉对太后有所不满，那他也不至于对朕的身世信口雌黄吧？太后养育了陛下这么多年，对陛下关照也是无微不至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太后将朕从亲娘身边抢过来，本来就有所图谋，如今迟迟不肯还政，依旧将朕当作是一枚棋子，是他掌控权势的手段而已。陛下，此事关系重大，还望陛下明察，再做定论。即刻返回京城，朕要当面跟母后问清楚。道听途说的事情，陛下要去向太后求证，如何开口？前朝后宫，黎民百姓，人人都知道朕是陈妃所生，唯有朕是一无所知。倘若朕不把这事查清楚，我当什么大宋天子？哎呀！太后，皇上有消息了。此刻皇上在平江府。你如何知晓？丁尉在平江府街头偶遇皇上，便即刻写信让人传回宫中。又让丁尉捷足先登了。偶遇，丁尉心急过人，他与皇上偶遇一定是谋划好的。太后，
丁未若控制皇上，必将生乱。哀家已想好了，将丁未召回京城，官复原职，留在朝堂。官复原职？可若是将丁未从平江府召回到京城，会不会惹出麻烦？京城可是有歌谣在传唱，说什么“欲得天下宁，必出眼中钉”。所谓这眼中之钉，指的可就是丁未。丁未目达耳通，难以对付。想必此时已在平江府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哀家既不能与他作对，亦难将他掌控。哀家思来想去呀，只能将他召回宫里。丁未不在哀家眼前，哀家都不知他要做什么，唯有将他留在身边，哀家才放心。一姐，你去趟平江府，传哀家口谕，将丁未召回，一并将皇上带回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前些日子不是请过太医，服了许多药，也未见好转。哀家是担心皇上，对皇上朝思暮想。如今有了皇上的下落，哀家也放心了。很快就会痊愈，你放心吧。快去吧。好。朕要再去茶楼问问那个说书的艺人，陈妃生太子的旧事，他到底是从何处听来的？陛下，奴婢刚打探到消息，那个说书的艺人近日不在平江府，去外地卖艺了。要不让丁尉出面清查此事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枢密使苏大人到。哦，快紧进，快紧进。是。苏大人，哎呀，下官不知苏大人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请多包涵。丁大人日理万机，苏某叨扰。不敢不敢。在下身在平江府，始终牢记太后娘娘的嘱托，精心治理平江府，不敢有半点马虎。苏大人，请上座。丁大人果然不负太后娘娘的重托，所以太后娘娘特地让本官来传达懿旨。丁尉听旨啊，在。因治理平江府有功，特召丁尉回京，官复原职。召下官回京，不错。丁大人对平江府治理有方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太后娘娘将丁大人往日的过错一笔勾销，加之丁大人护驾有功，将皇上的消息及时禀报给太后，也算是大功一件。所以召丁大人回京，官复原职，可喜可贺。多谢太后娘娘，多谢苏大人。待我将手中的政务交割完毕，马上启程，回京述职。好，那本官在京城等你。等丁大人回京之后，为丁大人接风洗尘，
苏大人从京城赶来，一路劳顿，还请移步至下官府邸休息，也让下官了尽地主之谊。不必了，本官还得去苏府，去见皇上，接皇上回宫的。告辞。哎，那苏大人，我送送您。阁下是苏明允吗？在下正是，请问你是？知枢密院使苏一简。原来是苏大人，失敬失敬。请，快请进。来，臣苏一简参见陛下，恭迎陛下回宫。定是那丁伟向母后告了密。陛下，自陛下离京之后，太后娘娘每日寝不安息，食不甘味，因为担忧陛下旧病复发，还望陛下能够体谅太后娘娘的苦心，早日回宫。朕也该回去了。正好，朕有些话要对太后讲。车辇已准备好了，还望陛下即刻启程返京。朕知你学识渊博，体恤民众，又德才兼备，是朝廷所需的人才。科考在即，朕在京城等你复考，定能金榜题名。多谢陛下，明允定不负圣恩。陛下，车辇在此，即刻启程吧。让汝儿单独成辇吧，朕有话要和苏大人细说。陛下自从离开京城，太后娘娘无一日不牵挂陛下。牵挂朕，还是牵挂朕到了民间，会听到一些不该听的话。臣不知陛下所指何事，还请陛下明示。身为一国之君，不仅自己的婚事做不了主，竟连自己的身世也一无所知。陛下何出此言？你跟随母后的时间最久，有些事母后瞒得了朕，却瞒不了你。你说，朕到底是不是母后的亲生骨肉？陛下，老臣不知晓这些时日你听谁说了些什么，但是人心叵测，还望陛下能够甄别是非，莫听信了小人的一面之词。苏爱卿，你对母后果然是忠心耿耿，朕也不指望能从你这儿得到什么线索。待朕回了京城，一定查明真相。去。臣参见陛下。免礼，汝儿是朕带走的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朕已将汝儿带了回来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莫再耽搁了，肃进宫见太后娘娘。叫。景宗，到何处了？皇上回来了。那你还不快去迎？哦，好好好。哎，太后。哎，太后娘娘，你怎么跟来了？你身体不适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是啊。好，那你快去。哎，好。哎呦，陛下，奴婢参见陛下。见过母后。参见太后。回来了。陛下，陛下这几日在外面的时候，太后娘娘茶不思夜不寐啊。太后时时刻刻为陛下担忧，而且太后娘娘前几日身体……景宗，陛下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。陛下身为一国之君，
竟如此任性！陛下私自出宫，离开京城，这是将大宋的江山社稷和满朝文武置于何地？江山社稷、满朝文武，自有母后处置。朕在或不在，又有何妨？国不可一日无君。陛下不在皇宫的这段时日，太后娘娘不仅要为陛下担忧，还要应对满朝文武，还望陛下能够多多体谅太后娘娘的苦心。既平安回来了，哀家既往不咎，亦不会责罚曹汝和王建，还有那个平江府的苏明允，一概不予追究。朕懂了，母后从未将朕当作是一国之君，苏大人又以国舅自居，都来教训朕是吗？朕倘若不是迫不得已，又怎会不告而辞，私自出宫？你究竟在这皇宫受了何等委屈？你与哀家说，你亦可当众在朝堂说出。一言不合就负气出走，陛下是3岁孩童吗？既已回宫，哀家就希望你能够担起一国之君的重任，莫要再做荒唐之事。母后，太后娘娘，陛下一路劳累奔波，不如先请陛下回宫休息，来日再叙。景宗，奴婢在。送陛下回宫。是。陛下回宫吧。母后，孩儿告退。快！皇上此次南下，是遇见何事了？皇上此番平江府之行，确实出了一件大事。究竟何事？全府上下都在找你，你竟然离家出走！汝儿知错了。跪好了！行了行了，好了好了，别跪着了，起来说话。若儿，你和皇上在平江府都去了何处，见了何人呢？皇上带汝儿去了平江府的苏明允家，被接到府中好生招待。后来我们就遇到了丁大人。哪个丁大人？平江府知州丁卫。正是。那这天……好了好了，遇到丁大人之后，又去了何处啊？丁大人带我们去了一家茶楼，里面的江湖艺人在说评话，讲的是一个皇妃生皇子的故事。这个故事也不知道是发生在哪朝哪代。想不到啊，这一种陈年旧事，都流传得这么远了。茶楼的艺人还把它编成了评话。不过，皇上听了之后十分不悦。皇上觉得自己就是故事中的那个太子。皇上还说，等他回京之后，要追查此事。如儿啊，你查录听书事关重大，以后不许你将此事再说给任何人，更不要和皇上论及此事。你和皇上此次私自离京，已经闯了大祸了，差一点就连累了整个曹家。爷爷要罚你，把你闭门思过，回闺房去抄书，没有爷爷的允许，一步不许离开。是，如儿知晓了。好了，回房去吧。爹，这当中定有蹊跷吧？你没看出来，这件事一定是丁卫一手安排的。他是想拿皇上牵制太后。丁卫果真是有些手段呢，老夫佩服。又是丁卫。是，我已差人去找李载峰跟董太医的下落，绝不能让他们见到皇上。要找到他们，得赶在丁卫前头。放心，
我会想尽一切办法，赶在丁谓前面找到他们。就算是没有丁谓，皇上迟早也会知道的。微臣丁谓参见陛下，参见太后娘娘。丁爱卿平身。谢陛下。丁爱卿在平江府秉公办事，尽职尽责，哀家甚是欣慰。多谢太后，微臣肝脑涂地，也不足以谢太后。哀家已将丁爱卿官复原职，陛下以为如何？朕正有此意，请王大人即刻拟诏，让丁大人恢复参知政事之职。臣遵旨。微臣丁谓谢主隆恩。臣丁谓拜见陛下。丁谓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，请陛下明示。既然你早已知晓朕之身世另有真相，为何瞒而不报？这不是欺君之罪吗？陛下，此事乃是宫中陈年旧事，早已传遍天下，妇孺皆知。只是因为皇上身在宫中，无人敢在陛下面前提及罢了。天下人皆知此事，唯独朕不知晓。你身为参知政事，为何不早早上奏于朕？陛下恕罪，此事事关重大，其中事情的真相并无人知晓，臣也无从判断真假，所以无法向皇上禀报。朝中的老臣皆三缄其口，无人敢提及此事。你们都是怕太后降罪，所以都成了太后的同谋，一起将朕蒙在鼓里。太后大权独揽，一言九鼎，无人敢公然违抗。不过，臣早已留心此事，一旦时机成熟，获知真相，臣定来禀报。在平江府，你曾提到董太医和李载峰都还活着，现在人在何处？臣已查明，董太医告老还乡之后，住在偏远乡村，不再出来；而李载峰被苏一剑送到了一座江南小镇。皇后娘娘上次给他的金银财宝早已挥霍一空，十分落魄。速速将他二人找来。臣已经派人寻找二人的下落，找到之后，即刻将他二人带回京城。此事万万不可泄露，尤其不能够让太后知晓。陛下放心，此事交由臣办理，万无一失。待李载峰和董太医到了京城之后，朕要带他二人到太后面前，与太后对质。朝中老臣大都有此心愿。一旦获知真相后，臣等便一起上奏，请太后娘娘退位，还政于陛下。高寒，容老夫收拾一下。走。哎，这儿喝的挺美的是吧？等我把你从这个房车里赎出来呀！做梦吧你！我可是皇上的亲舅爷。哎，这谁？去！
们要是把我杀了，南门仇人不得好死！晚了一步，晚了一步。莫非这二人几乎在同一天被杀？当地府衙上报，董太医悬梁自尽，李载峰也被劫匪所杀。不过都是些安排好的托词罢了。用二人失算了。不过这二人一死，这事情能否有新的转机，也尚未可知啊。岳丈所言极是，这二人的死，定是太后所为。倘若真是太后下此毒手，说明她早已有了谋划，岂能那么容易受人以柄啊？没错，此二人的死，一定是有人供他驱使，为他卖命。证据一旦坐实，因为要联手，先除掉他的心腹，断了他的臂膀，让他在宫中孤掌难鸣，再徐徐图之。皇上自从回宫，便再也不出寝殿，说是一路劳累，身体不适。哀家知晓，他是心事并未消除。哎呀，这大婚一天一天临近了，这皇上心中的怨气还没有消除，你说这如何上大殿啊？哀家也有一些后悔啊。皇上回宫那日，哀家不该对他那么严厉。太后，这是爱之深，责之切呀。今日哀家让御厨准备了一桌饭菜，精心挑选了皇上爱吃的。景宗，哎，你去把皇上请来。好，我们母子二人一同吃顿饭。奴婢遵旨，奴婢这就去请皇上。朕不过是去一趟街头的茶楼，又不是远行，难道一举一动都要向太后回禀？陛下是可以的。行了行了，就别说。启禀陛下，张景宗求见。快把朕的龙袍穿上！反了反了！帽子帽子帽子！快点快点！去吧。宣张景宗觐见。老奴参见陛下。张公公，何事啊？陛下，太后娘娘念及陛下前几日在宫外吃。母子一起吃顿饭，这要在寻常人家，是再普通不过的事。
可在这皇宫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既然皇上不来，景宗，一起来坐下，陪哀家吃顿饭。太后娘娘好意，奴婢心领了。只不过哀家叫你过来，啊，快来，都坐下。这陪哀家吃顿饭。皇上不愿陪哀家吃饭，你们二人还不愿意吗？来人，把碗筷上过来。啊，景宗，坐。是。坐下，吃饭。你们怎么不吃啊？吃，哎呀，吃，多吃点。哦，今日你们就是哀家的家人，来，多吃点，吃。太后娘娘不必过于多虑。皇上他只是有些心结还没有打开，等皇上想明白了，自然会来向太后请安的。是啊，娘娘。皇上不是心结没打开，他是不认哀家这个娘了。以后他也不会再听哀家的话了。哀家只是在想，是不是早该告诉他真相？在朝堂之上，这些大臣们人心不一。如果这个时候皇上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恐怕又会出现什么乱子。皇上已开始追查了，此事已瞒不住。若是先帝在时就好，哀家就不会这么为难。先帝在天之灵，一定会保佑太后娘娘和皇上度过这个难关的。想当年先帝病重，不能告知朝中重臣，唯有哀家陪着，朝夕相处，分担病痛。如今哀家病重，这儿子连来陪哀家吃顿饭都不愿意。能与哀家厮守的，也只有景宗和义晴。哀家看你们吃好，今日才能更舒心。来，吃。吃。陛下，如儿觉得，说书人所说的那个皇后，定是凭空编造，太后绝不是那样的人。如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朕可能从小就生活在欺骗当中，因为没有人说出过真相，所以朕不管听到什么，都会信以为真。如果真相败露，朕也会害怕，也会不敢面对。陈妃生太子之事，朕仿佛早就有所耳闻，但是一直没有深究。太后有什么理由要蒙骗陛下呢？公子，这边请，你先看看。具体什么理由，朕也不知道。但是朕知道，这次外出之后，朕不会再怕了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，事事都任由太后掌控。
朕要自己拿主意。太傅说的对，朕早已成年，早就应该临朝亲政，不能再做太后掌控的傀儡。大宋是我赵祯的大宋。陛下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明真相，查明朕的亲生母亲到底是谁。如果一切真如那个说书人所说的一般，太后还有何颜面坐在朕的身后，临朝听政？启禀娘娘，苏大人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参见太后。义简，过来吧。太后，你这还带一卷轴，是有何事啊？今日在坊间觅得一幅前朝书画大师留下的画像，颇为珍贵。打开。义简倒是颇有雅兴。臣不敢独自分享，特来献给太后。来，太后请过目。这画中人是前朝武后武则天吗？正是。这幅画名为《武后临朝图》。武后临朝，百官敬拜。登基称帝之后，定洛阳为都，建立武周。先帝临终之前，曾与哀家亲口说过：日中则仄，月满则亏，气盈则富，物盛则衰。时盈守成，慎终如始。这些年，哀家一直铭记于心，不敢忘却。哀家不是武后，更不会效仿武则天。哀家此生绝不做有负于先帝之事。义简，你对哀家一片忠心，哀家明了。可你更应忠心于皇上，先帝对你有知遇之恩，皇上更视你为师长。倘若有一日，哀家离世了，你更应担起托国重负，一心辅佐皇上才是。是。太后说的是。微臣记住了。今日之事，哀家不再追究，你也把它忘了吧。明日便是先帝的忌日，
你去李院传哀家口谕，筹备典仪。明日皇上与众臣去太庙祭奠先帝。哀家虽不能进太庙，但也会在太庙外缅怀先帝。爹，我就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固执呢？太后之心路人皆知，你就不明白吗？爹，太后是何等的聪明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你以为太后不知道吗？知道又如何？曹家的列祖列宗，哪一个不是铁骨铮铮、义薄云天？没想到在你这一代，竟出了你这个软骨头。爹，你不愿随我去向太后觐见，为父不勉强你。此时在太学馆门口已经聚集了上百名文官，不差你一个。爹，你听我说，这些年太后含辛茹苦，才换来今日朝堂的安稳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库充盈，这难道不是太后的功劳吗？爹，三思啊，别去。道不同，向为谋，你就留在家中，过你的安稳日子吧。爹，就是不要再拦着为父。爹，分开。爹。蓉儿，爷爷，我今日要做新式的果子给你吃。哦，你看，这里有青丝、红丝，这是蜜饯。我刚刚还特意去摘了这个玫瑰花瓣，色香味俱全，你一定特别爱吃。爷爷爱吃，爷爷就喜欢蓉儿做的果子。爷爷，我今日一定让你吃到我做的果子。好。蓉儿啊，在家等着爷爷，爷爷回来一定一饱口福。那你一定要早点回来，我这个果子呀，要刚出锅的才好吃。一定，爷爷一定早点回来，早点回来。蓉儿，在家听话，好，等着爷爷回来。我在家等你。爷爷很快就回来，爷爷很快就回来。爷爷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在早眼光过，为水波生夜，春朝雨寂静晨雪，正安发。是轻轻杨柳，又是轻盼热。安然，只有后悔身世切。跟君一杯酒，歌一阙，叹人生最难欢聚一离别，切莫自斟醉，听取阳关者，念故人，千里自此功名月。歌
年